88位宿厨携烟火而来，是要将星厨拉下神坛。王大越大，鱼越贵。你比星厨有实力，凭什么不能替代他？12位顶尖星厨放下过往辉煌，只为捍卫星厨荣耀，背水一搏。This is so bad. Problem I have is the sauce. 这还是没办法打动我，口味一定要让人家意难忘。哇，非常好吃。给我一个大包盒吧。很好，非常完美。惊吓烽烟起，哇！见证全新食神传奇。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道道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水就是水，让水回归纯净。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会吃的喝七喜，一周七喜爽透顶。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鸡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欢迎来到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百厨归位，厨技烽烟再起。这一季赛制破局重构，等待你们用实力改写胜负法则。88位宿厨踏上这个全新的竞技场，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将是你的对手。他们是米林一星，哇哦！香港蟹王啊！哇，邊個？舉手！全大陸唯一米其林3星，哇，這個怎麼在素廚裡面啊？这一是星厨吧？以前1星餐廳主理人，這個都來的，厲害，都是很厲害。全國分子料理大賽金獎，这么厉害的人吗？现在一茂主廚。100年藏族传承的奥运会晚会，很大规格哎。这都来参加比赛当素厨啊，有点感觉啊。上海第一铁板烧，哇，敢叫第1名啊，还在上海滩，那厉害了。但是我不怕，我就要挑战他。看标签啊，都太强了。这期有点卷了，对。总监、创始人过亿，就各种菜系都有啊。好的都是可以当评委的了。我倒是希望大家真的有那么能打，不要名头这么大。主要要靠实力说话的，能打才行。八方豪杰汇聚一堂，起鸡皮疙瘩。误闯天家，我应该站在这儿吗？管他的，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上就完了。这素厨里面都有这种米其林级别的很 high level 的厨师，那星厨得是什么样子的神级的存在？在首轮百厨争鸣的舞台上，你们不仅要彼此较量，还要面对星厨的强势入局。每一位宿厨都可以向星厨发起挑战，一旦成功，即刻换位。宿厨升为星厨，星厨降为宿厨，你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有可能在这里重新书写星宿的秩序。哦，这个赛事可以吗？这个赛事可以吗？哇！直接挑战最高权威，赢了就直接是星厨。第一站打好了，这一站成名了。爽，太爽了，太爽了！不知道星厨会是什么级别的？他们是等着被挑战的那波人。我直接就可以站上去了。干翻星厨，把他拿下。逆流而战，逆势而起，有请12位星厨。
出场都这么帅啊！好美哦！哇哦，有感觉啊！哇，太壮观了吧！食人百足大战来了！粤菜大师古志辉。哇，很厉害，很厉害！粤菜天花板，利润。北京厨房创始人。杨志刚都是他创的啊。他是古法脆皮乳鸽创始人。他不是来参加比赛的，而是给我们上课的。古志辉老师不应该是评委吗？竟然能成为新厨，第一个就给你重磅炸弹。古法潮州菜传承人，潮上潮主理人古正海。潮米其林3星。花板多潮州，还有粤菜那边。那现场粤菜不是紧张到不行？这是有点压力的哦，有点压力。但很有奋斗力去挑战它。国宝级川菜大师张元富。张元富这个是泰斗级别了。这个牛，这个牛，这个牛，每个都很有感觉。不，这个是我们川菜的。他是那个南光剑的第3代传承人，南光剑是现代川菜的鼻祖。张元富师傅在行业当中成就已经很高了，他们愿意出来亮相，不是博流量，他们是为了中国餐饮做推广，在做助力，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佩服。我等一下就跟他打一下。怎么打前3个就难了？古法杭帮菜传承人朱颖峰。哇，全都是米其林跟黑珍珠的。青鲁菜领军人李东。8大菜系的来了哦，他是老牌的米其林1星的餐厅的主厨。淮扬国宴主厨董玉振。创新淮扬菜第1人，哇，要跟他们对决，难度很高，没法玩了。新厨都这么高质量了，这些新厨确实是。感觉每一个菜系的领军人物都来了，都是厉害的中餐师傅。没有西餐的吗？全球米其林猎人乔尔·罗伯松弟子安德烈亚。哇，罗伯松的弟子啊！我想攀个那个做西餐的，但没想攀一个。就是罗布松是我们这个分支里面的宗师。Joy Robuchon 现代法餐殿堂级的人物，是全世界拥有米其林星数最多的一位厨师。Andrea 就是他最厉害的徒弟之一。行了，这个是我首选的人了。我一定要挑战我们行业的权威，奠定我自己在法餐的积累。给他们拉下来，拉下神坛。我们也是高质量的呀。对呀。遇到这个的话，就麻辣大白塔。马来西亚占星天才 TC 蔡都义。我都不服，他36岁就摘星了，我41岁还在卖饺子。风味结构甜品大师赵宇恒。还风味结构哎，一次打发2种黄味跟甜品的。纽约华人主厨天花板陈小刚。华人的骄傲啊！中国法餐领军人周晨。我觉得 chef 外滩18号之虎很强的。世界各地的高手都来了，越来越期待下一个了。影视厨神郑景富。香港名人的饭堂。他当时是很厉害的私厨，后来转做餐厅又做得那么好，真的很令人敬佩。肯定实力派呀，肯定很厉害的，真的觉得压力非常大，非常大。我觉得更多的对我来说不是压力吧，是一种期待和动力。我们来战一战这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来吧。100位主厨集结完毕，本赛段12位星厨镇守擂台，素厨可自由选择挑战星厨。
每一位星厨最多接受9位宿厨的挑战。同组宿厨需先进行组内车轮战，决出唯一晋级者，才能向该星厨发起换位对决。宿厨胜则星宿位置互换。一流之战，100位主厨，你们准备好了吗？哇，太刺激了！玩这么硬。我们9个人去选他，然后他接受1个人的挑战。那他这个规则相当于是轮流制啊，和像车轮战一样。这就激烈了，是吧？直接叫厮杀，我觉得。他说我们挑战他们呢，我挑战的赢了，那我们必死。压力大呀，9个人选1个人，淘汰率很高。毫不夸张，韩国都你全，拿什么打？就这个，不得了，要出事了，要出大事了。哦，我觉得好刺激哦！一次性刷那么多人呢，就是大家都要争得头破血流的，才有机会去获得下一场的生存。你们真敢挑战啊？试一试嘛，有什么不敢？哦，是啦，万一赢了呢？万一赢了呢？对吧？是神是吧？站住！黄狼岳大于岳贵，把他拉下神坛，干他！接下来将公布第1轮接受挑战的星厨名单。本轮被挑战的星厨是古镇海，参赛作品30年老菜谱龙川虎肚。好吓人的名字啊！龙川虎肚。龙川虎肚是什么？我入行30年，只做潮州菜。今天我站在这里，不仅要镇海，还要镇百厨。太嚣张了！好，这名字就很霸气，但是菜霸不霸气不知道啊。第2位被挑战的星厨是哦，这个很厉害，张元富，参赛作品20年探津大头菜毒鱼。白菜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有足够的手段和勇气来传承正宗川菜。说得好，这是川菜一个 OG 了，很厉害的人，很厉害。我已经准备好了，第3位被挑战的星厨是周晨，参赛作品鱼子酱水牛乳、牛肉塔塔。这个味道，我做了20多年法厨，然后也带过国家青年队，懂比赛，更懂味道。今天我们实力说话。好的，是母的。有没有觉得很有压迫感？别怕，都是普通人，怕什么呢？哇哦！我们的准备的菜色是不是可以制衡啊？其他星厨将在后续轮次出战。这把全是实力干将，全是厉害的哦。哇，好难呢，怎么选呢？那这个别选了，太难了。但是那个张老师不要挑战哦，厉害得很哦。做川菜去挑战，张老师没有胜算。川渝师傅都不敢动。不敢。川菜还不上吗？我必须。我肯定是打川菜。其实可以考虑一下错位竞争嘛。我不要，我知道硬碰硬。硬碰硬，我感觉信心爆棚。一定要挑战最强的那一个，必须的。潮州菜、粤菜无法，潮州菜可以挑战啊！你如果塔塔可以挑战一下，他不一定能融合得好。想挑战以上3位星厨的宿厨，可以前往烹饪区，点亮相应区域的灶台，即为抢位成功。倒计时3分钟，准备，冲！请选择。Go come on！ 为什么？压力！我感觉所有人都去了，跑不赢了！奔跑着去抢这个台，是蛮刺激的。来！
完了，来。3位星厨挑战名额已满。本轮比赛的星厨与素厨集结完毕。接下来，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审、大众评审。刘涛潘帅，好漂亮，杨金伦啊，哇，还有我们的周老师、蔡豪先生，哇，都有。今年有6位，这个阵容太强大。大家好，我是刘涛。我希望在今年的百厨大战，我们能够品尝到从第一口就美味绝顶的美食佳肴。大厨们，请你们卷起来吧，秀出来吧！卷死他们！卷起来，卷起来！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是的，我又重回美食界了。这口味一定要让人家意难忘，所以希望所有朋友们可以卷起来。招牌动作，有变瘦有变热，马上要变回去了，这一季拍完就回去了。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叶。我的投票准则就是，你能让我空盘，我就给您投票。谢谢。那我的分量得做少一点。对，哎，我也是。一定要让它空盘。欢迎现代精致中餐领军人物，黑珍珠3钻餐厅好酒好菜创始人蔡浩。蔡浩精选，他对食材的这个严选程度还是很强的。他懂茶懂酒懂食材。蔡浩老师对于精准的烹调有很深的见地。我是蔡浩。在我这里没有新厨、素厨之分，希望今天你们用当下的食材做当代的味道，让它成为明天的经典。格局。淮扬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澳门米其林2星餐厅淮扬小宴主理人周小燕。周大厨。传统是创新的根基，创新也可以制造新的传统，期待真正具有中国审美的好作品。米其林3星主厨，中餐分子料理开创者梁经纶。他很厉害，他超厉害的。他的辣味煲仔饭冰淇淋很好吃，很有想法的。梁老师真的是泰山北斗的人物。他做的很多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厨师的来说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非常大的启发，在整个亚洲都是一个全新的风潮。大家好，我是廚魔梁經纶。Taste is king。老师不苟言笑，好严肃哦，形象就很浓，有被震慑到。他看到好凶啊，有点像火云邪神。他厨房很凶的，我感觉他要吃人了。大家准备好了吗？限时100分钟，第一组逆流之战现在开始。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在我们川菜当中的这个分量，可能有的人会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吧，就拿新东西去打传统，他会觉得他们的这种想法会占一些优势。粤菜比较清淡，我更愿意去对决一个比较重口味的，例如川菜。我觉得我也有信心去赢它。川菜组口味是会比较辣，然后比较强的。如果出现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清新一点、自然一点的，会不会让大家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对于这种老的师傅，其实内心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对于餐饮行业来说，就确实是需要更多差异化的东西出来。融合元素的菜，一定是川菜走向世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的标签也是在做川法融合菜嘛，那想试试到底是新式的川菜口味好一点呢，还是传统川菜味道好一点？想拿川菜挑战张师傅，材料一拿出来就行了。对，那个材料拿出来，你闻一口你就知道你们完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一个专业厨师，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现象：相互抄袭、模仿，甚至最后导致统治。我更在乎的是守住自己本土的味，我有的是义气和经验，有的是手段，然后你们证明什么是川菜，正宗川菜。你希望谁来评啊？我吗？哎，梁老师来了。梁金龙老师呢就不用多说了，厨师节目评审的 OG， 点评非常的苛刻和毒辣。Is this a joke? And you give me this?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Sing again. 不苟言笑，点评也是非常毒舌的，就特别怕。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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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Can I try? Yes, you can try. Okay. Thank you. 他往这儿一站，那种气场，就是那种你不该犯任何错的压迫感。Taste is king, and of course, ingredients mix taste. Do you think you can do that, or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Is your food authentic or not authentic then? 我其实特别怕专业评委老师，就是他们代表的是更专业的一个层面来评价你的一个菜品，所以我会更紧张面对专业老师。What's the maximum star you can get? 可能还报不到拿星的这个水平。Okay. You have a very impressive resume. Just remember, okay? Taste is king. Yes, sir. Okay? Remember. Thanks, sir. 我3個標準，第一個係做啦 ，OK， 佢做個菜做得準唔準啊？第二個係擺，即係佢擺盤擺得靚唔靚啊？咁第3個梗係味道啦 ，OK，Taste is king， 味道係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如果你好味咧，人哋會翻嚟再食㗎。这一组也不好过，梁老师要求挺高的。我是厨界哈佛优等生，来自于 CA。我毕业之后立马进入了米其林2星餐厅工作，并且我24岁在纽约一家米其林3星担任一个副主厨。我这次准备做我研发的一个藿香龙虾，呈现方式会是一个炭烤的龙虾，搭配一个藿香的一个泡沫，再加上一个西餐里面常用的一个蔬菜防风根做的一个泥。这样子，它的一个甜口加酸辣，还有藿香的芳香，还有龙虾的鲜甜会一起爆发出来。我看了一圈，基本上其他人都是做中餐的，除了一位是做意大利菜的。如果我以西餐的角度去跟张老师去做的话，我觉得特色还是很鲜明。Hello， 你好。你好，你好，韦法师，你好，梁老师，你好。哇，哈佛优等生。对，我叫厨界哈佛优等生，原因是因为我毕业于 CA， 然后我们学校被誉为厨界哈佛。是。This is based on the beurre blanc, and infused by the stram bean paste, and the pulse and the 藿香 herbs. Okay. So. Okay. So I can tell you the first mistake you made. I need to wipe the plates. Okay. Yes, sir. One thing, you have to be like a Michelin star restaurant. Okay. 就还没尝，就是盘子的问题。Okay. Yes, sir. 就像刚刚老师讲的，米其林，对 ，details。我感觉这整个有点像在试吃的感觉。Yeah. You have another plate? Can I wash it? Yeah, go wash it. Okay. 他要个盘子，他是要现场给他重新摆个盘啊 Okay. You can do a lot more. You can go like this. All right. Okay. I would thicken the sauce a little bit, and and go like that. Okay. And then take the foam, right like this. Okay. And maybe just a little bit of herbs. 看起来就不一样哈。Okay. Does that look a bit better? Yes, sir. Okay.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 Yes. Because it lacks that kick. It lacks a kick. Yes. Okay? Yes. That's all it lacks. Yes.
Honestly, to say CIA is Harvard is a little bit of an overkill. And what he delivered was somewhat disappointment, especially the presentation. 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had to show him how to present. 作为一个专业的人，他的评审角度真的非常之严格。It's not strong enough. Okay, you infuse in the provolone, I would just take that as a bit of oil and take it in because it lacks that kick. I mean, this is just so kind of done by a child. So， 在这边跟你说一声抱歉，谢谢，可以离开了。对，比较稍微可惜一点，一些小的步骤。因为他整个 title 很高嘛，对 chef 的那个期待值会很高。今天我做的这道菜是文火沉香牛肉，这道菜呢也属于一个浓油赤酱，它关键融入了橙子的香味，吃起来甜而不腻。The flavor all I get is sugar and orange, but unfortunately it was just like a sweet beef. 这个家烧黄鱼配泰州的手打年糕，先吊了一个鱼汤，然后用鱼汤去烧。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fish. This is completely raw. This is raw. 生的。I honestly can't go further. 我今天带来的鸡呢，是叫做葵香鸡，它是2025年黑珍珠餐厅以及5星级酒店指定的用鸡。做白切鸡呢，听起来是简单，其实还有很多门道的。我们精准到呢，要用这个盐度计来测这个水里面的盐度是多少。测一下盐度哈，像望远镜一样，盐度计来的这个。还不够盐，继续加盐。白切鸡，老师好。教科书，哇，很直接的一个称号。是老师好。然后我们这个鸡呢叫做葵香鸡，这个鸡我们主要是自己种的那个向日葵。然后自己喂它吃那个向日葵的葵盘，养足128天，听着音乐长大。哦，我就是想用我们这个鸡来征服大家，最后呢让食材自己说话。我有足够的信心，让每个吃到这只鸡的人都赞不绝口。Sorry. But unfortunately, this time we cannot let you through. So for me, bringing the best of what you have is sometime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have. There was no sauce to the chicken. There was very little seasoning. And I think for me, that spoiled a good chicken. 很严苛，对。真的很严。我没有什么压力，真的没什么压力。我对我自己的味道很自信，所以没什么在意的。非典型川厨，你好，你好，潘帅。请问非典型川厨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做的东西呢，它既有传统，但又有现代的东西。啊哈，那有什么特别的酱？我可以先感受一下。您可以，很多料，我要不先给你尝一，这个是灵魂是不是？这是灵魂之一。泡豇豆，脆脆的，香香的，很开胃。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泡萝卜，全部是从我家乡带过来的。这泡萝卜好吃。对，所以串起来怎么输嘛？我输不了一点。可以，好的，期待，加油喽。OK。他说拿出这些东西，我怎么输？可以哦。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非典型川厨，不喜欢去做一些一成不变的事情，再加上现在市场的变化，所以想去做一个比较未来一点的东西。我们是做一个货香味的鱼，主材料母猪壳是我们四川省
沿用是盐亭县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的食材。传统的它可能是去做过水，或者是去蒸出来，我是去低温油浸它，给它浸熟。然后呢，我们会把鱼骨头拿去做一个汤。一道鱼，所有的东西我基本上都要用上，用不同的形式去给它呈现出来。泡生姜，泡椒。这个呢，就是把汁水分了2个部分，一个有一点带传统的，另外一个是用现代料理技术给它做成泡沫。这个藿香泡沫就是我的秘密武器。你的唇尖碰到那个泡沫的时候，它会有淡淡的藿香鱼的味道，它不会影响到鱼肉的本身自带的这种鲜美。它的油脂感相对说比较轻，但它的风味会保存在里面。以前的川菜，它可能它的表达方式上比较豪迈一些，那我自己的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它就是兼具了健康、美感，然后还有口味。哇！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母猪壳藿香，母猪壳，它是先吃那个带泡沫的，然后下面有酱汁，然后再吃那个带酱汁的。先在吃加泡沫的。对对对，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对，然后主要还有尝这个鱼。这小伙做的鱼，这是要跟张师傅硬碰硬了。然后给一些面，放一些酱汁进去，然后拌着吃。把面放进去，对，最振奋人心的时候。然后加一点那个酸豆角。哦，好，酸豆角，刚刚那个很重要的。对对对，刚刚说是灵魂，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吃完它之后呢，是不是嘴巴感觉味道很浓郁、很厚重？好。喝点汤。对，喝点鱼汤。芹菜，对，有一些白芹，老家的白芹，然后有一片那个菜叶，您可以拿筷子夹着尝一下，那个是一个野菜，叫做鹿耳韭，它有韭菜的味道，但是它的口感整个会比韭菜新。高山的一个野菜，这个感觉有戏啊，吃这么开心。因为我的整个菜它做了一个闭环，它有各种层次的不同，由淡转浓，再到后面有一个清口的东西。我觉得作为分子料理的先驱，他们应该会对我的菜比较感兴趣一点。那就行，我还在享受当中，发出了个魔性的声音，对不起。我觉得这道菜对我来说还挺特别的。常常有人说什么一鱼几吃嘛，对不对？那你在这个一个小小的盘子里面咀嚼，口感上对有些不一样的层次。然后汤也是我没喝过这个味道，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味道。对。飞碟型川厨让我吃到了非常惊喜的味道，在我的舌尖上是有冲击的，它在拿捏这些口味的搭配上不冲突、和谐，然后同时有惊喜，我觉得还蛮成功的一道菜。What do you think I would say? 很好，很好，很满意，今天很满意，很满意。No. No. No. 很好。谢谢。我跟他有爆炸，因为他通常很少被吃过，他不吃。This is one of the nicest sauce, Sichuan sauce I ever had, okay? A lot of times, you know, in sauces, especially in Sichuan, okay, you got the malat, but you don't taste other elements. And this, definitely, I taste all the elements. If I'm brave enough to say this is definitely better than classic.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All right. 哇，这个评价很高啊，这个评价很高了。很好啊！我说心里面还是比较开心吧。所以当时你就觉得他们会给你火焰币，对吗？是。非典型川厨，对不起
啊？对不起哦，你得继续下去。好，谢谢谢谢。哇！所以我现在要在这里等待啊。对，等待。那你也知道这可能会是送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打不过我。拜。OK。好的不得了，这么厉害吗？其实是这一组的一个黑马吧，就是川菜。我给你了啊，在这里。 OK。你们不要抢我的啊！不要抢我的，不要抢我的，不要抢我的，我好害怕。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老北京意霸。你好，你好。今天是做什么的？意霸应该是意大利菜，是意大利。对，今天我做一道是那个意大利的一道 ravioli。ravioli， 意大利的饺子。那你说，因为是老北京嘛，那会有老北京的成分在里面吗？家乡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土豆烧茄子。哎呦，哇！我突然，我的肚子已经鼓动起来了。加入这个意大利这个元素的一个味型，然后综合在里面作为内馅儿，对。哇，那这个吃起来应该很爽哦。有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老北京意霸，搭配什么烧茄子啊什么的，又是非常我们传统中餐的一个会用的一个料理，对，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期待，很特别，这个中西合并会是什么感觉？我是来自北京塔布拉意大利餐厅的行政总厨。这家餐厅在使馆区得到了使馆包括客人的一个认可，客人称之为北京意大利菜的天花板，也荣获过多年的黑龙珠。这次来到这个节目，我第一道菜是做了一个玫瑰意饺，结合我家乡河北菜式，然后我把它做成内馅，有番茄呀、土豆啊、茄子。我们那边就是做了一个土豆熬茄子这么一个菜，但是我把它这个本土的一个风味，我转换成一个内馅。然后这个菜的难点呢，就是在那个饺子皮上面要用到红菜头，把这个汁跟这个鸡蛋还有面粉和成面团，然后我们再拿那个压面机压成面片，然后再那个用模具弄成圆的，中间放内馅，然后这样卷起来就是玫瑰的造型。同时又做了一个番茄的一个清汤。它这个呈现其实还挺完整的，看起来。对，哦，蛮不错的。只是说是整体的感觉，对，干干净净的，完整的。嗨，老北京。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好大一个哦。好，我建议您这个是先喝清汤，然后再吃ravioli。先喝清汤。Yes, yes. Okay. The simple dish. Yeah. I just take the flavor. “我相信它的内馅肯定是也是有内有乾坤，就是会跟着高汤混在一起。这个应该是不给吧？我觉得，他就做一个饺子是吧？对。Let's make the decision first. It's a very strong dish. But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kill levels, skill level in this dish, you know? I mean, first of all, making that perfectly thin pasta, okay, and then the fill, getting that fill right, So, he put a lot of technical skill in there, okay? So, for me, okay, it's a very strong dish that is compatible, at least compatible. 啊，真的很难。哇，吃到最后一个要做这样的评比，真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我再试吃最后一口。
这2道菜都很好吃，非常纠结，不知道怎么选。凡是吃过这道菜的，就没有说不好吃的，我肯定能胜出。我对我自己的味道很自信，所以我觉得我能赢。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头哥紧张死了，这种情况真的紧张死。Okay, so we go with the fish, right? Okay. 经过很痛苦的决定之后，我们决定能走下去的是飞鼎行川厨，飞鼎行川厨，飞鼎行川厨。哦，不好意思，对，可能得暂时离开了。加油！好吃的，加油！辛苦人，加油！Okay, I think there's some good elements in there. The tomato water, the ravioli, the kind of red. 我真的觉得老北京一把它这个玫瑰意大利饺子，我觉得真的做的是很不错的。如果不在同一组的话，有可能到最后是老北京一把。张元副组素厨比赛结束，恭喜非典型川厨成功晋级。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1分会失神，盐重1毫会夺味。3餐4季，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系列，薄盐味更鲜。接下来开启星座换位评定。爆了！这下好看了，新式川厨和传统川厨对打。我是张元富，从事川菜接近50年。第一轮我准备给大家分享一道20年盼筋大肉菜——肚鱼。盼筋大肉菜10年、20年以上的号称菜味精。我是第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东西太少了，用一点少一点，直接把它拉爆。然后再加另外一种汤，就是我的原奶汤。酱香味啊！对啊，这个香味一闻就把胃口吊起来了，就有种想吃的欲望。这个料太香了。然后来炖这条鱼。炖这个它是一个技法，民间有个说法吧，叫9度豆腐10度鱼，炖的时间比较长，然后用小火。它成菜过后就是醇香味浓。风味特别的明显，这个纯粹就是吃味道啊，口味绝对是啊，对。我是完全不吃鱼的人，但是我很想试一试这个。张老师好，还有评委老师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盼筋大头菜——烧鱼。张师傅也是做鱼，他俩都是鱼。我也做鱼，你也做鱼的？我做活香鱼。活香鱼可能没得优势了。我做的是那种低温油浸，加上那种有点现代料理的手法在里面，晓得吗？没做那种传统的。这就看你的呈现了。干翻他们。你这个20年以上，20年以上。对。哇。味道满满的，浓浓的。对。试试看啊！试试看，我还准备了米饭。哇！有一个跳水泡菜，这个是印度拌，这个是，一个是所以每个辣椒都不一样。他调的那个专门给你准备了饭。好。炒菜的饭。好的。有点小紧张。一个是本身我对着镜头还是就是一直都不适应，再加上就要晕机，然后再加上那个特殊的那个氛围，就有点小紧张，真有点小紧张。
老师，你这白饭有特殊处理吗？这饭有特殊处理的吗？加了油。哦，难怪。然后裹了一层什么东西在上面。对，吊这个汤的时候，这个加了这个油。哇，真的非常好吃。大师就是大师，新厨就是新厨。我觉得它那个鱼就是酱不咸不腻。吃这个鱼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好吃的鱼，但它配上那个饭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化学反应。我其实可以吃好几碗，对，但是碍于这个我要做这个评审的评委的工作，我不能这样子整个栽进去一个米缸里。还要来吗？你就知道多好，你就知道我多喜欢了。Like this, I can't stop. I really can't stop. Can't stop, won't stop. I can't stop. 哇！Fish cooked perfectly. 谢谢。And the sauce, of course, the sauce, it contains so many of these treasures that you brought, from home. And I'm intrigued by this one especially. It's smelling. It smells like almost Maokai. Okay, so which is good. When you put all the elements together, can you get a nice kind of a nice neighborhood? And I would say 100% yes. 对。请非典型川厨前往评审区。过来吗？ All right. Come here. Did you taste this dish? You have a chance to taste his dish. 好 ，OK。它是鲜辣，对，它的层次是很丰富的，入口的那种浓郁，到回味的那种香醇，是比我优势一些的。说简单一点，人家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人家从业几十年，我才多少？Hard decision, but we made it. One, two, three. 看这个样子，非典型感觉有点难打。3 point. 是啥的？啥的？我没听明白。我还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的讨论的结果是，恭喜非典型川厨换位成功，恭喜非典型川厨换位成功，成为新晋新厨。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真的吗？这不对了吧？ Point this one. I really think so. But I thought the chef, the order that was super good. I know, but that tip, I tell you, it was very good. It was spectacular. This guy can go all the way. He's very, you're basing on potential, right? I mean, yeah, but that dish was, his dish was really, really good. 非典型川厨，它让我们其实一路走来，这整轮下来，有让我们吃到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感受。居然是有这样子的口味在一个川菜里面出现，会让我们可能惊喜程度高了，在未来路上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尝试。Being a star, you always expect more from them. To win over nominous chefs,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win from a much further distanc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both dishes was very good, very, very close. Both was fish, but I just guess the star chef did not give us the expectation, and therefore we demoted him.
新厨老师呢，他做的非常好，可是就可能是你事前吃过的味道。这非典型川厨就是你吃过是没吃过的味道。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脱颖而出吧。戏剧性有了，你这西湖醋鱼可能也有点悬了。新厨都干掉了。恭喜非典型川厨成为第一位新晋新厨。实至名归，好厉害！第一个，他这样输出，所以他这样输出了，就跟你们一起参赛。但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请前往2楼领取你的新厨荣耀。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他的名字是盛威。就是还是有一点小遗憾。一个是我可能表述的不太清楚。他调的那个专门给你准备了饭，好，炒菜的饭，好的。就那个汁儿可以。现在是一个大的环境，如果是常年后呢退钱了，如果哪个把我打到沙滩上了，如果是在我这种领域里头，在这种文化里头，我觉得是我百姓求之不得的。这个常年后呢，我是非常愿意看到的。哇，好焦灼的比賽，有點燥熱。哦，咁燥熱，不如我整杯嘢你飲下，就鹹檸七。哦，地道做法一定要用七喜做底，清爽嘅檸檬氣泡味道，中和咗鹹檸嘅鹹味。過嚟分享下。嚟。谢这是什么？口感清爽，一口下去爽透顶。沾沾七喜嘅喜氣，也算係賽前一個好兆頭。我們3個人乾一杯，走一個。走一個。好。哇，清爽舒服。入行的第一个 chef 是他，从他那边离开之后，工作了4、5年，我想看一下自己是否有成长，我也想挑战一下他。他做的是西餐豆腐嘛，我做的是中餐豆腐嘛，看一下2个豆腐切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嘛。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找一个做融合菜的。我也是做塔塔的嘛，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把握一点。身份地位不一定代表他的能力，我不跟别人比，我只跟我自己比。我看了一圈，有做泰国菜的，有做融合菜的。还有做甜品的，每一个都非常有特色，都很有实力。但是新厨之所以是新厨，他一定是具备这个实力和能力的。你不能光听一个名字，你去评判一个新厨做的菜有多么简单。我真的是建议多思考，多想一下，然后再去选择。这是我们的新厨老师嘛？老师好。你好，大家在挑战你。对啊，这一组听说是都是融合菜啊？对，很多融合菜。融合菜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表达个性的一个方式，我是蛮期待有一些灵光一现的孩子们出来的。我要做的是鹅肉的香肠。鹅肉的香肠。对，用鹅肉下去做成德肠。天哪，我第一次吃到鹅肉的肠哎。你这个是剑走偏锋啊！你如果是做得好，这个很出彩。我这个灵感是来自腌笃鲜，我把那个咸肉换成了我们金华的火腿。你这里的龙虾壳没有加白酒吧？我用黄酒。用黄酒，对，这个融合比较靠谱一点。年轻人能够有一种更开放的对中国菜的理解，融入了其他的技法，来表达出新的中餐或者新的融合菜，这是我愿意去看到的。其实我蛮期待的。我也很期待，我非常期待。我叫干得漂亮，我们餐厅是做干法融合，干派的食材用法式的出品方法。干得漂亮。对，
我看你用皮蛋，我会做一个烧焦皮蛋冰淇淋。冰淇淋对，用的是江西的一个鱼干辣椒。那你这真是挺新派融合的。对，烧焦皮蛋冰淇淋，哎，能吃吗？我这道菜的话，应该会受到很多争议。为什么会做这么样一个不符合常理的东西出来？但是我是把整个烧焦皮蛋的这个概念给完全运用到了这一道冰淇淋里面。哎，他掏皮蛋了呀！皮蛋蛋黄给它做一个冰淇淋。黄瓜的部分的话，我们搭配辣椒，打碎做成一个冰沙，用话梅和酱油做了一个颜色，最后加了吉利丁，模拟皮蛋蛋清的口感。其实我就好奇那个皮蛋冰淇淋啊，我也好奇，我也好奇那个，我看那个这。还有一道是莲花雪鸽，我把传统的莲花雪鸭这道菜做成了一个酱汁。鸽子的话，它需要熟成3天，最后过油，炸了过后去搭配我们的莲花雪鸭的酱汁去吃。这中餐西餐什么都有。对，非常融合。哇，已经完成了耶！快来看看这个莲花雪鸽配烧焦皮蛋冰淇淋。对，我带来了2道菜，一道是莲花雪鸽，是江西的莲花雪鸭这道菜演变而来的；另外一道是烧焦皮蛋冰淇淋，是最能体现我个人风格的一道代表作。乳鸽配的莲花雪鸭打着酱，是的。那你这太奢侈了吧？鸭子去哪儿了？鸭子变成了酱汁。它那个鸽子肉配鸭肉，好特别啊！肉倒挺嫩的啊，这肉质。尝一下冰淇淋吧。这个融入的蛮好，味道很好吃。该出来给他呀！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晋级了。鸭变成酱，但是还是出不出来那个应有的那个风味。冰淇淋是好吃的，对，但你说达到了惊艳的地步，那当然也还好。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他的想象空间是值得肯定的。他的那个表达也值得肯定的，确实是他还没有很大的惊艳到我。赣菜最牛的一道菜就是莲花雪鸭呀，鸭子呢做完干嘛了？打成酱了，我有一种你在干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真的去创造一个新的经典，请你一定要守住初心啊！这道是黄鱼双重奏，3两重的野生黄鱼背开去骨。将腹部酿入带木丝进行低温烹制，用烟熏培根发酵的阳姜、年糕做的一个垫底，搭配中式手法的东欧户炸黄鱼，点入一些柠檬啫喱和海米。黄鱼的肉必须在很多杂七杂八的那个配料里面嚼出它的味道，有点用力过度的感觉。我这次准备的是西湖菊花鱼配翡翠白玉丸，没有一个突出感。都想清楚啊，哪个是烘托它的，全部 out 了。什么意思？一个都没给，这也太严格了。所以说没有一些创新，还是打动不了他。找到了一个我们同门专门做甜品，这边有个女孩子，去看看。走。大家好，我是甜品研学家，太原 JW 万豪酒店最年轻的饼王厨师长。老师，你应该是选那个甜品吧？我选个牛肉塔塔吧，就是想玩点不一样的嘛，来点剑走偏锋的，挑战一下西餐的冷食。很多人第一眼见到我，对我产生很大的质疑，
这个女孩长得挺漂亮的，她可以吃厨房这么大的苦吗？所以我这次想让大家重新认识我。首先，我是一个甜品师，其次才是漂亮的我。这道菜加入了山西的汾酒和陈醋。汾酒呢和巧克力制作成巧克力甘纳许。陈醋我用它来泡枸杞，这个是醋泡的枸杞。哦，醋泡枸杞。对啊，要把它加入甜品里，感觉突然一种很食补的感觉。又开胃又食补。确实，在融合菜里面，这种融合呢，我还是觉得蛮新鲜的。基底呢，我是用山西特色的一款小米做巧克力的戚风胚，放入陈醋泡过的枸杞，再加上沙棘的果酱。旁边还弄了一些芝麻脆片和布朗尼脆片，上面又点缀了咖啡脆片，作为装饰性嘛。汾酒的香，陈醋的酸，巧克力的苦融合到一块儿。甜点来了。哦哟，这个厉害了，这个太美了。感觉像巧克力做了个手背放在上面，哦，蛮丰富的。哇，你这个把传统和这种现代融合的特别好。它的醋味还蛮山西的，它不像跟甜品融合了以后变成其他的味道。也是想本土风味一点。跟你商量一下。跟我商量一下，等我吃一口，来商量吧。你的甜品女神被评判了。吃了前面几个那种味道很重的，然后很多脂肪的菜，在这时候吃甜品蛮有优势的。好，那这个交给您。你来吧，来吧。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去山西，能够在地方吃到这样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而且融合的也非常好，也很好吃的一个甜品，我们认为是。哇，快点啊！很惊喜和值得的，所以暂时您是可以得到这个。谢谢老师。暂时帮我们保管一下哈。好，希望他能一直在我这儿。对，我们也希望。它挑战了一个地方色彩的一个原料，来融入到一个西方的甜点上面，确实表现出来还是不错。在那个阶段，我们认为还是最好的。它是一个很温暖的甜品，是一个有故事的甜品。我们都在想，西餐里面的甜点怎么会能吃出家的味道？我觉得这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它是值得尊敬的。我们一致觉得它值得给一个第一。谢谢老师。好，小甜心加油，加油！哎，好可爱，这是蜜蜂吗？肩膀上带一个。哦，是，有小设计耶。26岁，好年轻啊！你叫什么？3星无名者呀？对，就是在米其林3星的餐厅工作，但是是一个无名的人士。无名的人。就想在这个节目可以找得到我自己的名字吧。啊，是吗？天哪，那你一定更加的要加油。我现在是一个全职实习生，每天都是7点起床吧，一直忙到晚上10点、11点才走。有时间休息的时候，我就是做菜、试菜。现在目前还没有转正，是因为我下面还有很多厨师比我更加多经验的，但是我想用我的菜去给他们证明我也是可以独立出一个餐的。我做菜的理念是减法，一开始我会想很多的配搭，然后慢慢去把我所有的东西去掉，就只有红螺虾跟那个白芦笋。红磨烧我做了生熟的处理，虾头去熬那个酱汁跟那个油。
虾壳的部分我拿来打那个粉，放在那个白芦笋那边。它头跟尾跟虾壳的部分我都用到，白芦笋的部分我就直接煮了一下，没有加太多东西。他做的东西蛮细的，小蜜蜂做的东西蛮细的。现场很多都是主厨，那我就是见习生了。经验上我是不过他们多，所以我要一直跟自己讲啊，这个做先，那个做后。鲜奶油放下去，哇，非常可爱，这蛮好吃的。谁做的？我做的。我有个小蜜蜂在帮我做手，它是我的护士。小蜜蜂用，好美。一直跟他讲话，100分钟，你听我讲话，小厨师没 nobody，no one cares，right？ 你会这样对我的吗？没有，还要摆盘呢，摆盘很花时间的。但是是我工作很原因只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是一个 nobody， 希望我可以由 nobody 变成 somebody 吧。饭都流下来了，小蜜蜂，赶紧啊！老师，别聊天了，你那个很简单的。我要拍了，别开玩笑，拍。他现在就是看这个小蜜蜂会不会赢这个了。没有比完还有风险。不要感觉就稳当了，没有那么多稳当的。哇，这个好漂亮。这个实话说，这是现在为止我觉得摆盘摆的最好的。不一样的哈。啊，可以可以。来，菜名是红魔虾跟白芦笋，一整个菜也是白芦笋跟红魔虾，没有别的东西。它的形有，对它的形肯定是没问题呗，看它就要看它的味了，对，看它的味了。这个是一个 sauce， 你可以把这个 sauce 就直接放在那个红辣塔塔下面。我看一下能不能喝一口再来放。好吃吗？哇，什么感受？你这个挖的？它那个鲜味很浓。然后有一个 tube， 脆片，因为它这是虾头熬的吧？对，虾头更哇熬的。可以。它那个龙虾酱熬的不错的，让我蛮惊讶的。老师您觉得呢？完整度跟表现都非常完美，味道没有挑剔，只是主菜差了一点点，就是 the layer 没有出来，它的鲜跟它的香不突出。好，3星无名者，你的結果是？哇，給唔給？呢個都應該過唔到關，係嘛？比較簡單。不好意思了。哎呀，怎么办？我们还是要把这块排先收回来。哦 no， 心好痛。no， 这个太难受了。因为它是一个懒床沙，所以我就只能用这样子去。它就需要它很重的那个酱味是吧？对对，所以你拌那个酱去拿那个鲜味。哎。他刚才提醒我一下，再加一点那个是，加了以后真的是它的 layer， 它的味道层次就上来了。它的严谨度从食材到制作工艺上面都非常完美，估计是这波人里面最会用脑做菜的一个厨师。不好意思，好，谢谢。好了，抱歉，OK， 谢谢。好伤心呢，不太服气吧？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给大家呈现更多更好看的甜品。最后杀的只能剩一个人，哇，好残酷啊！如果不是你的酱汁补救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很难把这一块交到你手里的。是的，谢谢你。好，谢谢。周晨组速厨比赛结束，恭喜3星无名者成功晋级。接下来，开启星宿换位评定。蛮开心嘛，他可以说出完成度很高的话，我觉得我算做得不错了。加油了！周师傅还是稳的呀，那么游刃有余，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是周晨，来自上海永福大师系列餐厅蓝军2届的合伙人加主厨。我也是中国比较早去西班牙学习分子料理，跟随着艾伦·杜卡斯大师学习过传统的法餐。想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很多中餐界的师傅，了解很多中餐的一个烹饪技法和当季的食材的一个运用方式，结合我现在做的法餐，做一套适合国人喜欢的中式法餐料理。我要做的2道菜，一个就是水牛奶 burrata 的 cheese， 一个就是 beef tartar。因为在西餐里面，我一直认为前菜和甜品是最有难度的。就像你去西餐厅，给你打开味蕾的，或者是让你惊艳的，肯定是前菜。所以我选择用前菜去打动我的评委。我们用到的里面就是一个广西的水牛奶，现场做一个豆汁，把这2个东西用做豆腐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水牛奶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豆腐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中间放入了鱼子酱。我们用那个咸鲜味去调节豆腐和水牛奶的芝士。下面呢，我们会用到一个鹰豆瓣，也是拜张元富大师的产品。老师，我要炒鹰豆瓣了，致敬老师。川菜的味道确实不是特别好调，再加上是特别是这个味道，它就更不好调了。鲜辣的复合味就是很多种调料在一起，然后它要出来层次，这个就很关键了。我觉得它应该是非常精准的把调味料的本身的味道表达出来了。牛塔塔里面我用到2种不同牛肉，牛里脊和和牛。牛里脊本身纤维就比较粗，口感非常好。和牛的话，它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我把这2个东西就放在一起了。你既吃得到牛肉的爽嫩的感觉，又能吃到非常重的那种牛的味道。土豆加入葡萄糖，稀释完了以后，在那烤箱里面110度去让它低温的烘干。里面的葡萄糖会让它变脆。然后做成蛋筒，在蛋筒的最下面，我放了炸过的干葱、胸口油、一些宁波产的小鱼干，所以整一个蛋筒虽然小，但是很有力量，层次感非常的分明，然后味道非常的足。你知道吗？我听完以后，你给人家一条活路吧。我们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尊重每一个对手。其实我追求的做菜理念是简单的繁琐，就是我可以把准备工作和制作过程非常的繁琐的去演练，但是最后呈现方式，我希望以极简的方式去呈现。周师傅留一份给我们啊。OK 啊。周师傅出品完整性很高的呀。哦。这2道菜是我餐厅的招牌菜，一道是用水牛乳加上一个豆腐的工艺做了一个 burrata 的 cheese， 第2道菜呢，我做的是一个 beef tartar， 层次非常分明，口感非常丰富。来吧，来，干杯！
你都吃完了？好吃，真棒。那个女的主持好像很喜欢海胆。啊，早知我也用海胆吧，但是很怕海胆现在不是季节啊。一口，从中间拉开，然后连着那个鱼香的 sauce， 这会有一点点的辣。哇，这好特别啊！哇塞，我人生第一次吃到这样的这种方式的鱼香。鱼香酱用的很克制，不会太腥，也不会太辣。这个牛乳其实也确实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鱼香酱来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融合菜里我看到的非常惊艳的之处。周师傅是让大家吃得懂的法餐嘛，还有在努力中。然后其实两个菜的 fusion 就是融合度都很完美。唯一有点不足的，就是我们没有吃到鱼子酱在里面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你这口吃完以后，鱼子酱只是一个名字，它全部被我们的鱼香酱给覆盖了。如果能够少一两样东西，它会更完整一点。做减的其实比做加法难一点。是。他老师给我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做减法会更突出这道菜的特点，可能也是以后我做菜时候一个考量的方向。也没有太多的担心，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很强大的心理防线和准备。蛮紧张嘛。那个结果啊，就是恭喜新厨周成首位成功，新厨好。想啊，这几道菜要是配上一碗面，那都好吃啊！哎，那您看咱配什么面？就陈克明这个月牙形的面，面条呢上面带凹槽，一半啊料汁全锁进去了。那面条啊软糯 Q 弹，挂汤入味，配上一口菜啊绝了！你这说的我都嘴馋了，咱俩说面去，走。其实这些选手选人也蛮有趣的，我感觉第一组跟第二组就形象气质上都有很相近相似的地方。是。其实第三组的话，小吃类的东西蛮多的。他在做肉燕。哦。肉燕。肉燕那个非遗传承人。对。地风党也是那个香港那边传过来的吗？哎，这个也很强。姜母鸭这道菜已经是厦门的一个地标产品。各个地方特色菜围攻潮州特色菜。有正海大师做了一个潮汕菜，我也是做潮汕菜，小灯干老蛋。风浪越大鱼越贵，万幸把新厨给打下，那真的是鱼跃龙门的一个转变。把最好状态呈现出来，
送到第一。我就反正我把我自己的菜做得最好。镇海大厨，看看镇不镇得住。既然来了，就要给自己充分的信心。我不单只要镇海，我还要镇百厨。哪里在叮铃咣啷？哇，谁在剁肉吗？这个老师做什么菜啊？他做的是肉燕。哇哇哇哇！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厉害哦。哇，这个老师傅哎。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福州的福气演员，我是福建省肉燕制作技艺省级会议传承人。从12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打制肉燕这个技艺，整整60年了。我们不仅仅肩上挑的这个是传承，更重要的不要让这道菜从我们这一辈的手上让它丢失。打制肉燕千锤百打，打成肉泥，我们一打好马上就碾压，用地瓜粉就把它这个碾压成薄如纸肉做的皮，完全是把一块肉敲成一张皮，再包上我们这个肉馅。下锅的这汤呢，我们是用猪大骨高汤，我们肉燕倒下去，烧2、3分钟，它浮上来了，就成熟了。我们一道既软心又软味的肉燕就完成了。您呢？哦，他做好了。哦，请你们品尝一下。那我就开动了。我能加点醋吗？就在这儿。太可爱了。我不知道加多少合适，您给加一点吧，加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不敢加太多，这样就把原味破坏掉了。哦，好，加了醋又是另一种风味，另一种风味。所以说我们是皮薄，肉有弹性，汤鲜美，狠狠吃了人家满满一碗肉燕。谢谢美女，谢谢，谢谢。毕竟我也去了那么多次厦门呢，吃了很多回肉燕，这个肉燕的确是我，就是好吃是好吃的，没问题的。好，爷爷，您的结果是？这个稳了哎，我觉得这个稳了哎，就是简单明了，然后直接记一点。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喜欢我的肉燕。谢谢。哦。我们平常做的这个什么皮都是面啊什么这些东西做的嘛，但是它是用这个肉来做的这个皮嘛，它这个皮薄了以后呢，它才能够有一种透明感。我真的吃肉燕无数，这个肉燕它的那个皮的弹牙程度，和它包裹住那个它的里面的那个肉的鲜美程度，以及它配合外面的这个汤的鲜的程度，就一切都刚刚好。然后你加一勺醋进去之后，又是另外一番风味，所以它很像悠扬的一个抒情曲。我一定要把中华这个传统的美食继续努力传承下去。我们对您致敬，谢谢。OK， 好高兴呢。除非是再拿出来一个顶上加顶的东西，比他的还要好的。四川鲍鱼姜母鸭是我的首创，
院长，这个要按我的顺序吃哦，一姜2爆3品鸭。先吃姜，对对。再吃鲍鱼。对对对，鲍鱼对。鲍鱼而且满口腔的鲜味就出来了，海味出来了。那再3只鸭子，汁水很足，而且很软糯。是姜母鸭，焦糖熬的稍微有点过了。谢谢您做的这份姜母鸭。好狠，好狠！上来就杀你的，抱歉，抱歉，直接抱歉。这个瓜牛其实我在我的自媒体账号里面已经做了2个版本了，这是第3个版本。创意很好，惊喜程度落了一点点啊。这个是叫脆皮笋干花，油腻感稍微重了一点点。现在只剩下那个泉州一条龙和香港蟹王了。今天想给大家呈现一道不一样的药膳的做法。雪龙我想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所以我不做任何处理。现代人都很注重养生，所以我加入了我们当地的药材事物。哦，对，是不是有点和想象的不一样？生猛啊！对对对，就是其实我有点害怕这个。然后这个剪掉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血液，其实吃的这个血液。我也加了一些料酒。我也加了一些料酒。我感觉他有戏哎。只要我不是第一轮就被淘汰，我回去我感觉我也还挺有面子的。对不起，没关系。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但是你药材呢用的稍微有点多。哎，对，明白了，理解。节目联合微博综艺发起了食神百厨大战观后感征集活动，上微博搜索百厨大战，进入点评页面，带话题食神百厨大战观后感，分享追踪感受和复刻同款美食，即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快来分享吧！他去做个避风塘炒蟹。哦，看配料就知道了。哦，这是香港专门做蟹的。哦，香港蟹王。对。大家好，我是香港蟹王。我这个名气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厨房协会给我的一个名称。个人呢做了几十年的螃蟹了。我的餐厅呢在之前呢就很火爆的，一个晚上呢大概做500人左右。做这个菜呢，用面泡上，我感觉它会没有那个蒜蓉这么香，所以我一直都用蒜蓉，把那个蒜蓉呢慢慢把它的水分炸走，它变成金黄色呢，我们就捞了。它这个蒜的颜色炸得好漂亮。那个蟹呢也是一样的，去炸它的时候呢，一定要那个油猛一点。最后我们把辣椒、蟹、蒜蓉放进去，一起翻炒，这样我们一道既清爽又美味的避风塘炒蟹就做好了。谢谢。这么多，那多不好呀，周老师。一口入魂，一下就顶开了我的那个就是味蕾，就是这样炸开来了。哇哦，好大口，大吃一口。哎呦，肯定很好吃。哎呦，好想吃，好想吃啊！哎呀，压力好大呀，这么多人看我吃饭。没事的。香港蟹王老师啊，感谢您做的这个蟹。可以，但是这个肉燕做的无可挑剔啊。这很难选哎。
恭喜你，恭喜你，谢谢，恭喜，恭喜你，谢谢。这个本港的蟹，这个好，香港厨艺的标准。谢谢。这个版本的炒蟹重新定义了避风塘版本的炒蟹在我心中的印象。就是这个蒜，炸的火候，炸的恰到好处，金黄干香，这种表达出来。最出彩的呢是它的辣椒，它加了一点点这个辣椒的味道呢，既不让你感觉到盖味，同时又提了这个味道。这个大师，你好，不好意思啊，这个牌子给你，是不是？我想哭啊，对不起啊。谢谢。哎呦，他不想伤害老人家的那个。不是你做的不好，做的很好。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坚持了60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匠心的精神。然后这个香港的这个蟹王呢，他这个做的非常有技巧，非常有功夫，再加上这个蟹本身做的确实更惊艳，所以呢，又把牌子要回来，再给他。我没来之前我就知道了，我是技艺，他们是厨艺。对，我们老一辈只能坚守传统，做最后的手腕。但是呢，我相信我这一辈子的技艺，我会很好的传下去，传承下去，弘扬出去。好，谢谢，向你学习，向你致敬。讲得很好，对，我觉得对，讲得很好。这个老爷子好，很尊敬。他的高度已经在那了，你知道吗？有到福州，到我那里沾沾福。好，谢谢。古镇海所素厨比赛结束，恭喜香港蟹王成功晋级。接下来开启星宿换位评定。好，就看第3组的新竹能不能守擂成功了，看看是这个镇海能不能把这个螃蟹镇住。金龙鱼1比1比1，打破单一油种极限，只选8种健康安全好油，反式脂肪减到0，产品符合欧盟标准，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选健康选1比1比1。金龙鱼。我叫古镇海，北京朝阳潮英南店的主理人。去年呢，我们拿了个米其林1星。我觉得一个厨师要想把菜做好，得懂食材，懂应季。我准备做一道潮州的老菜，叫龙川虎肚，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品能代表手工的技艺。新厨老师摁铃摁得很焦急，他是怕温度，第一时间吃到温度对的菜。好，你要用的是鳗鱼，对，这个是传统一道潮州的老菜。叫龙川虎肚啊，龙川虎肚啊，它是一个很传统的菜，但是呢，很容易失败，拿了来做比赛，那就是有风险的。因为我知道它这道菜距离失传将近半个世纪，其实是很前一段时间才被重新恢复过来的嘛。这道菜其实是一个非常老的潮州菜，为什么会最近没人做呢？因为它工序很繁琐，龙其实就是鳗鱼，首先要给它去骨，之后呢要把它焖至入味。虎肚嘛就是大肠，龙川虎肚就是龙钻进了大肠里面。你的选材很重要，太厚的不行，太薄的也不行，它容易爆。包括灌到里面的鳗鱼的那个熟度之后，用那个稻草把它绑起来，还要去用酸菜、五花肉去煮它，它的温度的控制很重要，要不然煮不好它会爆的。最重要是也加了一点我个人的创新的元素在里面。我在里面加了30年的老菜谱，因为也正好对应我今年入行30年。煮完之后呢，上皮水去风干，再去炸。它这个要一直用油去淋嘛？对，这个菜非常的费手工。然后配的那个三生酱，进口的雪巴，酸甜苦辣咸都有一点点，解了杂物的那个油腻。是一口焖吗？对，可以蘸点酱汁一口焖。哦，竟然
我吃到了一口入口即化，从我的舌头滑进我的食道的这么一个鳗鱼，然后它配合外面的那个脆脆的那个肠，有一点点腻的时候吧，它底下的这个酸酸的汁又把它冲击掉了。我说怎么会这么奇妙，一切都走得刚刚好。第二个，再回味的时候，哇，它还有这个菜谱的这种鲜味和香味，就非常像一首悠扬的交响乐，在你的口中从前奏开始，然后到整个酸油脂，然后这个韧，然后到高潮。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美食带给人的感官的这种享受。烫啊，温度不够。烫吗？我说你吃点这个清口的那个雪巴，好了，吃完这个比较油腻的。哎，他把这个传统他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切完了以后又配了一个甜的，这个解腻的小甜品。这个他就是把细节考虑得很周到，哇，组合的都是非常的精妙的。这个配了以后就更出彩啊！对，我跟周老师讨论一下。好嘞。这有点难选啊。蟹王就是把蟹做到了极致。新厨他就是细节考虑的更多嘛。对。他这个结果应该怎么给呢？商量了很长的时间啊，很纠结，非常的纠结，很纠结。一个让我很通透，一个让我很满足。您来吧，周老师。您来吧。您来吧，您来吧，您来吧。好，那我们讨论的镇海大厨，看看镇不镇得住。哎，不好说了，镇不住，他应该会换。对，我觉得应该是螃蟹大叔会去。对，会不会反转？他们其实压力也大多了，比素厨压力大多了。那我们就宣布，古镇海师傅首位成功。谢谢。恭喜香港蟹王晋级成功。哦，谢谢，好，恭喜两位，谢谢老师，漂亮。恭喜！你镇海了，没有把他拉下神坛。周老师，平常我不怎么做饭，我还挺好奇，盐明明是提鲜的，为什么薄盐会味更鲜呢？盐能提鲜，是因为它刺激了味蕾，可以衬托鲜味。但盐多了的话，不仅鲜味被压住，食材的本味也会被盖住。所以盐放的少一点点，就更能凸显食材的鲜味。对，像李锦记的这个薄盐生抽，在发酵阶段就用低盐方式来精准控制，这样发酵出来的风味呢，就可以完全的保留。用它做的菜，就能更好的展现食材的鲜味和香味。怪不得用李锦记做的菜会这么好吃，我回去也要试试。接下来，逆流之战第二组的选择正式开始，竞争没那么激烈了。本组第一位被挑战的新厨师古智辉，参赛作品乾坤多宝鱼生炒菜心，这是粤菜欧记了，它真的很强。粤菜传统的口味和技法是粤菜厨师的根，欢迎你们努力跨越我，超越我。好，走，老师真好，格局，大将风范。第二位被挑战的新厨师李东，参赛作品大虾烧白菜。鲁菜是八大菜系之根，它的菜品风格永远不会被其他菜系取代。又是不明觉厉啊！干他！小看我粤菜，我不服。我也想干他，你干！我是精鲁菜，一定要挑战最强的那一个，必须的。想挑战以上两位新厨的素厨，
可以前往烹饪区。倒计时3分钟，请选择。这么多来了，走了。He's a legendary Cantonese chef. I just ran really fast to pick the chef without even thinking. "这岂不给累坏了？这么跑呢？终于抢到了！我看你没跑吗？刚才我跑了呀，我脚都差点被崴到了，玩命一样哎。2位新厨挑战名额已满。本轮比赛的新厨与素厨集结完毕，比赛即将开始。吴老师组怎么样？他们组好像都要出餐了。A1完成。A03好了 ，A03。我觉得我的菜主要体现新中式料理理念，我们会用一个比较西式的一个技法去呈现中式的口味出来。要不就再传统一点，要不就再极致一点。表达跟落地有点分歧的东西。好，感谢2位老师。这道菜想体现黄鱼它极致的鲜。你有点用力过猛。不管在配哪个的口感里面，它都有点太油了。理解。这个菜是4级34重奏。我想用新派粤菜，让大家看到粤菜不只是传统，也有不同的想法。这几个菜不传统也不现代，就是一些现在粤菜馆做的菜。你想要展现了很多，但是你的底子不够。谢谢你们，谢谢。很遗憾。他是这一组最后一个了，是吧？对。大家好，我是厨艺八大头。The dish that I'm cooking today is my interpretation of ginseng chicken rice. Throughout living in Hong Kong, I learned different spices and medicines, such as really good dish when people are sick. People eat samgyetang during summer. 那全是药会，那这个烩饭不好说了呀。Yo! Rice is cooked with chicken stock, longgongkai. Oyster chicken meat is glazed with all the Chinese herbals. 全部都是鸡的味道哈。蛮香的啊。好吃。Thank you. 而且药材香。很浓郁。又不抢味。哇，这个评价很高啊，有戏哈，有机会，对。那么现在你的结果是？我觉得多半要给他排。哇，给不给 ？Congratulations, you just saved. Congratulations, you just saved. Thank you. 哦，给他了，成功了。人参鸡汤的烩饭呢有内涵，烩饭的这个配比里面拿捏的咸度就刚刚好。Thank you. 谢谢。哦。Yes。古智慧组素厨比赛结束，恭喜厨艺八达通 ，Yes， 成功晋级。接下来开启星宿换位评定。挑战组之后，动作开始了，去看看，过去看看。我是古志飞，是粤菜厨师，从事粤菜超过40多年了。简单来说，我就是一个匠人吧。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有2道菜的，第一道就是乾坤多宝鱼，另外一道菜呢就是生炒菜心。我把这个多宝鱼呢肉取出来。哇，那个刀法放大招了。
哦，古师傅那个鱼片的漂亮，那骨头透光了呀。乾坤多宝鱼最难的点就是炒那个鱼球。那个鱼球，第一，你把它切到那个透薄均匀；第二，大火快炒，令到它的鱼片刚刚去到9成多一点点，那个效果就呈现出来。而且用那个鱼骨呢，把它炸脆，炸它的金黄心，做成好像一个帆船一样那个造型，把炒好的鱼球放在鱼的上面。乾坤多宝鱼做出来的造型很好看的，生炒菜心非常考验技术的。吃哪个是？吃哪个？啊，切青菜先。啊，小菜心先。很明显，即便这个菜你炒的，其实拿出来到现在我们走过来已经有一点点时间了。有了。菜心的这个菜黄，还是很嚼起来那种嘎嘎嘎。这功力是完全在这里，从这个很饱的状态，跟它整个的形状，这工艺是不用说的。恭喜新厨古志辉老师首位成功，恭喜厨艺八达通晋级成功。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海哥啊，你看古师傅的鱼做的真是教科书级别的乾坤多宝鱼啊！对，粤菜呢最讲究货去本味，这道乾坤多宝鱼呢，对于火候的把控、用油的标准都极为严苛。你看古师傅用的是金龙鱼1:1:1，用它炸鱼骨，金黄酥脆不腻，溜鱼肉能很好的锁住鱼肉本身的鲜嫩口感。这个油是由8种好油科学配比，能让这道菜口感层次更丰富，营养还均衡。确实，用对自油才能撑得起这道经典粤菜的灵魂。厉害！稳了，老师傅还是稳了。接下来第2组出战的是李东组，各位选手请做好准备。5、4、3、2、1。其实我因为他们挑战不是挑战我，是挑战鲁菜啊，在他们认知里打败鲁菜呢是更容易的。我觉得川菜在调味上会更胜一筹。在这个舞台一定会有我们湘菜人的一席之地。我是做江西菜，在南昌啊有8家名店。我是京圈冷少，目前在北京一家米其林1星餐厅做研发总监和总厨这个职位。这一组好看的各大菜系围攻鲁菜。您做的是什么呀？我做的是兔子。您做的这道兔肉跟我平常吃到的自贡菜有什么区别？我是借用了一下那个西餐的手法。你这个我看着有点像那种惠灵顿的那种。对，但是里面所用的食材全部都是我们自贡本地的食材。你要做现代料理，你一定要对川菜吃得很透，你才能去演变，不然的话怎么变呢？这次来节目的话，我想做一个就是属于当代自贡菜的一个代表。他选的部位就很紧很瘦，看起来，兔肉本身脂肪也不高。传统的兔肉的做法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小煎小炒或者炒冷吃，这样做出来的兔肉的口感会更干一些。如果我用起酥皮的话，这个口感它就会更水润。觉得主角是我的酱汁甲鱼海椒，把泡菜然后把它炒成这个鱼的料的样子。自贡菜不仅仅是江湖菜，自贡菜它也可以做的很精致很美观。这个菜呢是很复杂的一道菜嘛，最大的亮点就是它配的这个辣椒，所以我们也期待兔肉佐上这个一起吃。我就无法想象把这样一个在大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菜式与西餐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对它非常非常期待。这个是我为它配的一个酱汁，你可以先尝一下。就是刚才有那个香菇酱的是吧？不是，它是甲鱼海椒，它是用的四川的泡菜加的那个子姜和2荆条做的。哇，
是啊，把泡菜炒成鱼的料的样子，感觉就是像在吃鱼，但是里面又没有鱼。我们商量一下。酱真的是它这个太好吃辣椒做的是，真的太好吃了。肯定晋级了，海椒酱做的那么好。看一看，您没有挑战成功。谢谢老师。这个兔肉也是保持这么生吗？不是，我今天因为我时间不够了，然后我选择了一个我不太熟悉的温度去做它。今天这个兔肉，看一看，您没有挑战成功。它没烤熟，不熟就一定不能过，因为这是基本最基本。肉的生熟度跟酥皮的最佳状态不能同时保证。就 Wellington 的话，中间肯定是要 medium rare 的呀。像这种传统的东西，你要把它改成一个很惊喜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它的创意，给到了我们有点震撼。时间关系，烤的时间也弄不足，很可惜，它是失败了。这道莲花血鸭的精髓啊，最关键的也就是这个血用当地的冬酒调制而成，不能一次性下多了，汤汁自然流畅，那就可以出锅了。鸭肉的味道、口感好像并没有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不好意思，我今天带来了一道我们店的招牌菜峨眉三丝，也是无差评的。就是用川菜来衡量呢，它也没达到那个最高的水准。普通的下饭的菜而已。没给您过。没事，相信你们是专业的。很遗憾，你没有挑战成功。谢谢。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再大胆一些。明白。就是再突破一下，就是甚至湖南都没有这个料，我这个料我第一次配料跟它组合了，所以呢，胆子可以再放大一点。好的，谢谢你。反正你们年轻。好。在这种高手如云的赛场上面，要想获胜，要不也就把它做到极致，要不就做得很有创意。哇，感觉都不行哎！今天有这有行的吗？一组一个都没有的吗？周小燕老师也蛮严格的，晋级还是很有难度。这一组目前为止一个 B 都没有给出去，这个人没过的话就没有人晋级了。咱去那边看看段毅的徒弟。今天冷少是段誉他们公司的哦，是吗？他做京菜的。对。段誉老师，大家在业内都是耳熟能详的。作为段誉老师餐厅的主厨，我还是想看到他尽全力的作品的展现。现熬啊，怎么想？说这马不能踩。那你这可很紧张啊。对。一会儿再打，不是那打的过筛吧？只能是这。对。大家好，我是京圈冷少，目前在北京一家米其林1星餐厅做研发总监和总厨这个职位。因为我最早是冷菜出身，所以说我想呈现2道我们餐厅最有特色的冷菜。这道菜呢，也是我从北京风味去演变的一道产品，它是利用符合北京特色的山楂。烘干之后做成一张很薄的皮，然后用它来包住细腻的鹅肝酱，上面再点一些提香的桂花，这样的话第一口呢就感觉到很清新很好看，然后又很好吃。山楂皮里头裹的鹅肝嘛，这样它就是有点酸甜解腻。在这儿我表达一下，我是新19的精准客户群。是吗？因为我经常去他们餐厅吃饭，山楂鹅肝这个我已经吃过很多回了。于我来说，我就很想知道它的另一道菜是什么样的。第2道菜呢，就是金葱冷制金沙参。
这道菜呢，其实就是利用了北京天福号降货的这个手法，加上葱烧海参的技法，做了一个符合京鲁菜风格的前菜。我会把海参提前煨制之后，加入蚝油和炸制的葱丝，把这个汁提前熬浓，浇到这个海参上面，冷却之后，这样汤汁的质地它就像果冻一样。上面再配上炸的干葱，酥脆的口感，再加上海参的这种 Q 弹的口感，非常的饱和，非常的有层次感。这是我的一个作品，金葱冷吃金沙参与山楂鹅肝。我们先吃哪一个好呢？先吃这个啊，先吃这个，然后对这个如果腻的话，再吃口这个。哦，好。哎，葱我多要葱。好。需要我给你切吗？没事。谢谢。它这个口感很丰富的，又有脆的，又有糯的，肯定好吃的，没跑。这个是在天福号酱肘子的基础上，就是葱烧汁熬粘熟了之后，会形成一种就是冻，对，然后浇在这个海参上面。这个酱汁过得好，跟别的海参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这个评价很高了，不是一般的好，一般好像搞不定的。再尝一下山楂鹅肝，就是它是属于那种透亮的。好看。哇，那山楂皮是自己的做的？我觉得海参做的海参。首先，我必须要撇除个人喜好的因素，那我就用它的这道海参做一个判断。山楂鹅肝呢，如果说仅仅是靠这一道菜来讲的话呢，它也不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海参这道菜能不能成为第一个获得火焰币的选手。虽然我是您的精准客户群，但是。哎，完蛋了！很遗憾。好。很遗憾。好。您要继续辛苦了，您要继续辛苦了，恭喜！谢谢，恭喜你拥有了挑战权，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觉得，哎呀，这个石头总算落下了，还是很激动的。但我这个激动没有那么的表现出来。说真话，你给我们今天惊喜的就是海参，做的非常的 Q 弹，一点杂味没有。打动我们的是你外面淋的这个酱汁均匀的冻在这个海参的表面。对，所以这个是你最出彩的一个地方。然后您反复强调上面要多加葱，多加葱，它葱的这个葱香啊，它就会冲击掉我嘴里面冻酱的这个咸味儿、鲜味儿，所以您一定是很用心的调配过。好，谢谢，祝贺，祝贺您，祝贺您，谢谢老师。那我现在可以坦坦荡荡的把它端下去给工作人员们尝一下。来，接菜。哇，我也想吃。给我一个打包盒吧。我帮你拿吧，谢谢。我帮你拿。哎，不，拿到边上。好，快，家人们，赶紧拿。哇，谢谢。我知道你们那馋疯了吧？干活这么累，快，让我录节目，你这不等着吃吗？李东组速厨比赛结束，恭喜京圈冷少成功晋级。接下来开启星宿换位评定。这个还得跟最强那个 PK。哇，香啊，东哥，虾味好重啊！才5分钟呢，做完了都把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是挂着一个京鲁菜厨师来的，第一道菜呢一定要有京鲁菜的特点。这是新厨鲁菜大师您，鲁菜大师李东。
他今天做的是那个鲁菜的一个经典的菜嘛，叫大虾烧白菜啊，很传统。这个菜确实是鲁菜的一个很传统的，但是我还是对这个菜有所期待的。你能把一个很好的传统菜能拿来比赛，应该还会有一些新的思考会融到这里面去。当然了，在传统当中呢，我也会去做一些改变的东西啊。首先，我们选择的是渤海的明虾。包括我们的白菜，要是胶东的白菜。其实很多人跟我讲，您做一个菜是不是要更多用白菜叶子？其实我还是讲要多一点白菜帮。白菜帮它是甜的，做起来好吃。包括我选了一个熟蒜，传统的是没有的。加进熟蒜以后，整个菜的味道更加中和，更加浓郁。这个跟不搁蒜有很大区别。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也是会吸引评委的一个特点。都不简单的，有些简单的菜你做得好，也真的不一样，就看味道，这个菜就看味道。哦，他今天用的都是白菜帮子，对，叶儿全去掉了。坐飞机过来的，对，必须得精挑细选一下。应该轻轻松松啊，那是拿捏。这白菜的确，这个应该是白菜比虾好吃。周老师，您还用吗？我吃下白菜。我觉得没问题。首先，这道菜我喜欢吃，而且呢，这道菜很能代表京鲁菜的风格。谢谢李老师，谢谢。妥妥的。新出的这道菜呢，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虾的这种鲜的味道，虾油熬出来的这个颜色，包括大白菜的口感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当时也在比较这两个菜嘛，哪一个创意更能让人有记忆点。其实我没有那么大把握去战胜李东老师，因为我做的是2道前菜，所以说我觉得失败了也不耻辱嘛，毕竟人家也是京鲁菜大师。我觉得好像有点压力，岁数大了，出个小孩可能挂不住脸的。金圈冷少，你换位挑战的结果是应该好吃的。东哥很厉害，又干掉一个。挑战成功，挑战成功。恭喜金圈冷少换位成功，成为第2位新晋新厨。谢谢老师，谢谢。好，哇塞，谢谢，恭喜。很强哎。很激动，很感谢。心里边就是已经压抑不住的那个激动，哇，爽到飞天的那种感觉。但是后面一想，我觉得还是低调点比较好。李东老师的话也是很鼓励后辈，各方面都是值得学习的。我感觉到东哥在那有点薄弱了，配一个是可以，对，肯定要搭配个东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冲击感。从传统的方法上来说，没有什么错误。我觉得它真的值得换位。其实不只是它这个解构了这个菜很新颖，我觉得它到我嘴里之后，让我享受到美食带给我的雀跃的感觉也很新颖。脑子里会一直就出现这种欢快雀跃的这种声音。可能我见识浅薄，我没有吃过这样做海参的。恭喜恭喜！其实他赢了我吧，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既是一个比赛，又是一个交流。
看你抱什么心态去 PK 这个事儿就好了。请前往2楼领取你的星厨荣耀。哈哈，起哄！上微博进入百厨大战话题页，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恭喜星厨段文义 ！Bravo Bravo！ 加入了新团体。这样。谢谢。Bravo Bravo！ 谢谢。我敢说上海铁板烧，我们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那我宣布您的结果。要差一个八丢金蟹，希望把它的酸味膨胀起来。哇，这好吃，香啊，真的香啊，好香啊！哦，好香啊，真的流口水了，我要吃的我美滋滋的。这个厨师整的好有仪式感啊！哇 Problem I have is the sauce. No. 将不同的风味进行组合来呈现我的味道。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厦门煎蟹女王。Okay, I'm sorry. 不需要蘸任何料。我觉得咧，其實呢個 combination 我覺得好怪嘅。我真的非常不爽。说白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懂面。我就觉得，极与极之战。同食材对决挑战即将开启。Oh my god！ 坨子啊！拉拉是什么东西？这个真的是没玩过了。鳄鱼啊 ！Do the 鳄鱼 ？How? What the hell？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